喺黑暗裏面穿梭嘅神秘陰陽師，係守護皇室同百姓嘅隱蔽守護者。佢哋操控住命運，預測未來，掌握天地間嘅奧秘。今日我帶大家穿越時光，行入林順教授嘅經典之作《近世陰陽道之研究》，一齊嚟睇下你陰陽道嘅歷史同埋傳奇，探索下古老法術背後嘅真實。大家有冇聽過陰陽師先？嗱，可能咧你會諗起電影啦，或者動漫入面捉妖降魔嘅角色，但你又知唔知道陰陽師咧就唔係虛構人物嚟嘅，而係古代日本歷史上面一個專業嘅階層。今日咧我就要介紹嘅就係日本學者林順教授所寫嘅經典著作《近世陰陽道之研究》啊，一本咧結合歷史同埋宗教研究嘅重要作品。嗱，首先講下咩叫陰陽師先。嗱，簡單啲嚟講啦，陰陽師咧就係專業嘅法術專家，佢哋專注於占卜、驅邪、睇天象、編曆法，甚至主持國家重大儀式。佢哋咧係皇室同埋幕府認證嘅官方法術師，地位相當於現代嘅天文學家同埋風水師。書裡面就講啦，近世嘅陰陽師簡單啲嚟講就係土御門家底下嘅法術專家，而近世陰陽道指嘅係佢哋參與嘅活動、儀式同知識。點解要研究佢哋先？嗱，陰陽道咧唔單止係一種古老嘅術法啦，更加係古代日本社會嘅運作核心。佢哋負責觀察天象、預測災害，甚至乎影響國家嘅重大政策。書裡面咧記錄咗陰陽師點樣俾幕府支配啦，由宮廷秘術變成民間占卜，最後喺呢個明治政府時期被視為迷信而廢除咗。咁你可能會問啦，咁舊嘅歷史有咩咁重要先？但係其實咧，陰陽道咧就影響到今時今日都仲未去消失嘅。嗱，我哋今日咧見到嘅風水啊、占卜啊、星座運程啊，可能咧就係陰陽道遺留落嚟嘅文化痕跡。陰陽師喺日本歷史上面咧就唔單止係法術嘅專家，而係經過官方認證嘅專業官員。佢哋嘅地位背後有一個好強大又錯綜複雜嘅權力網絡，係由呢個土御門家支配同管理嘅，成為幕府時代重要嘅行政支柱之一。嗱，陰陽師咧就唔係孤立運作嘅神秘術師，而係受到幕府同埋皇室雙重支配嘅專業法師，主要咧負責占卜吉凶啊、天文觀測、編曆法等等啦嚇，甚至咧舉行國家級別嘅宗教儀式。書裡面就講到，以土御門家為頂點嘅一元化組織，喺陰陽道歷史上面最重要嘅特質。嗱，幕府咧對陰陽師嘅管理咧雖然係嚴格，但係咧競爭咧亦都係爭崩頭嘅。陰陽師咧就唔單止要應對內部鬥爭嘅地位，仲要同修驗道同埋神道教嘅祭司競爭，佔據更高嘅宗教市場地位。陰陽師喺地區社會咧裏面發展出一個經濟體系，土御門家透過許狀授權呢個陰陽師進行呢個占卜同埋驅邪，仲會收你稅添，等同於咧現代嘅執業證書制度。陰陽師亦都係因為咁樣咧，成為咗呢個鄉村社會裏面不可或缺嘅宗教角色。隨住時代嘅變遷，陰陽道逐漸失去咗官方嘅地位，面臨幕府同現代社會嘅雙重打擊。幕府喺呢個寬政3年，即係1791年，頒布全面監管宗教法令，陰陽師嘅權力就大幅削弱，好多地方嘅陰陽師咧就被迫停業。去到明治維新，即係1868年之後，日本咧政府咧就全面廢除咗陰陽道，話佢過時迷信。但係陰陽道真係消失咗？其實係冇嘅。人類對命運嘅探索咧就從來冇停止過。陰陽道咧亦都以占卜啊、風水之類嘅形式融入咗呢個現代文化。雖然陰陽道咧喺歷史洪流裏面咧就被廢除咗，但佢嘅影響力咧係冇真正消失到嘅。算命、預測、星座、占卜、風水之類，其實去到今時今日咧都係紮根喺我哋日常生活裏面。林順教授裏面嘅《近世陰陽道之研究》呢本書就指出，陰陽道唔單止係法術嘅象徵，而係一個集社會管理、宗教信仰同政治運作於一身嘅複雜體系。書裡面就講啦，宗教史係一個隨時代變遷而重生嘅社會現象。嗱，呢個觀點咧提醒咗我哋，歷史咧就唔係單一個體，而係不斷轉變同重構嘅過程。陰陽道雖然喺呢個政治體系裡面被淘汰咗，但係咧佢嘅文化同埋思想價值咧依然融入咗日本甚至乎全球嘅精神文化。唔知你點樣睇陰陽道啦？喺呢個古代嘅迷信，定係一種文化嘅智慧？嗱，大家可以諗下，試下喺歷史同埋信仰裡面探索更加多屬於人類靈魂深處嘅秘密。
咁多位，我睇完呢個《更細陰陽道之研究》呢本書之後呢，我對陰陽師嘅世界呢有咗全新嘅認識。以前我只係喺動漫啊、電影裏面見到佢哋，覺得陰陽師呢係一個神秘同埋一個虛構嘅存在啦。但書裏面呢就揭示咗一啲歷史啊，其實咧就遠比我想象中更加現實同埋複雜嘅。陰陽師唔係傳說裏面捉妖降魔嘅法師，而係受幕府同皇室官方認可嘅占卜師、曆法專家同埋呢個儀式主持人。嗱，佢哋嘅地位咧就唔單止係嚟自法術嘅，而係嚟自咧組織運作同埋呢個權力網絡。土御門家對陰陽師嘅管理方式，甚至同現代嘅專業資格認證制度有異曲同工之妙。但係咧喺呢個歷史洪流裏面，即使陰陽道被視為迷信而廢咗啦，但係咧人類對命運同埋未來嘅好奇咧就從來都冇減少過。占卜、風水甚至星座文化都係陰陽道精神嘅延續，提醒我哋歷史同文化嘅影響遠比我哋想象中更加深遠。歷史並唔係靜止嘅，而係一個不斷進化、重構同延續嘅過程。陰陽道正係日本其中一個最神秘、最耐人尋味嘅一頁。嗱，多謝大家收睇先。如果你哋對陰陽道或者古代日本文化有興趣嘅話，記得 like 我哋或者訂閱同埋留言分享你哋嘅睇法。咁下次再見。